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？医院的高级病房里住满了有钱人，但他们个个都觉得自己命不好。你去问他们，很多人会苦笑摇头。你再去看那些住在半山豪宅的顶级富豪，手握亿万家财，晚年却过得孤苦伶仃，众叛亲离。他们买得到最贵的病床，但买不到一碗安稳的好觉。他们请得起最贵的佣人，但请不到一个真心陪他们饮茶的人。所以你要搞清楚一件事，有钱跟好命从来都是两回事，而真正的好命往往藏在那些平时你最忽略的地方。今天就跟大家拆解一个很多人穷尽一生都没弄懂的命运玄机，那就是60岁之后，你身上如果出现以下5个特征，就是天生好命的证明。你不用去问师傅，不用去算八字，不用去求神问卜，你只需要对着镜子照一照，静静回想一下自己的日常生活，答案就已经摆在那里。这5个特征听起来好简单好普通，但你细心想一想，身边真正做到的人少之又少，中1个你可以偷笑，中2、3个你已经好过大部分人。如果5个全中，恭喜你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福气的人，只不过你之前一直没发觉。但在讲这5个特征之前，你要先明白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为什么偏偏是60岁成为一个人命好命坏的分水岭。在中国传统命理学里面，60年是一个完整的甲子循环，天干有10个，地支有12个，天干和地支两两相配，由甲子开始到癸亥结束，一共60个组合，走完一个大圈，然后回归原点，重新来过。所以古人把60岁叫做花甲，又叫做归元。归元的意思好深远，你从出生到60岁，人间的酸甜苦辣、爱恨情仇、高低起伏、生离死别，全部都经历过一轮。你的生命在这个时间点上会做一次根本性的总结和转换。之前60年所有的因果都开始集中浮现，你前半生积累的福报到这里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显现在你身上。但我特别要讲清楚，这里讲的好命不是宿命论，不是说你命中注定就是好命，或者注定没得改。恰恰相反，命理学的精髓从来都没叫你认命，而是叫你知命，知道自己身处哪个位置才能够做出最明智的选择。这里面最核心的道理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。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两面，有动就有静，有进就有退，有生发就有收藏。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阳刚外放，慢慢走到60岁就开始进入内敛守成的阶段。这个阶段果实已经成熟，挂在枝头，由青变红，红透了就是最甜美的时候。你之前几十年的付出和积累，到这里就会以各种美好的形式呈现在你身上。而那些美好的呈现，就是我今日要跟你讲的5个特征。第一个特征，每晚都能安稳一觉到天光。你千万别觉得这个特征好普通，事实上，能够在60岁之后还睡得好的人是少数中的少数。你去问一下身边的长者，有几个可以一沾枕头就睡到天光？大部分的回答一定是半夜2、3点就醒，然后望着天花板怎么都睡不回去。有的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脑海里面不断播放各种烦恼，担心自己的婚姻，担心儿女的事业，担心自己的身体，担心存款不够，用到100年归老。有的人是睡得着，但睡不深，稍微有一点声响就惊醒，整晚都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。据统计，中国有超过30%的老年人长期靠安眠药才能入睡，那种滋味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。你仔细想一想，一个人为什么会睡不好？归根结底就是2个字：心乱。你的心里面有太多的牵挂，太多的放不下，太多的执着。那些东西在白天的时候你可以用忙碌去掩盖，但一到夜晚万籁俱寂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将你淹没。所以睡得不好的人不是身体出了问题，而是心出了问题。反过来讲，如果你到了60岁每晚都可以安安稳稳睡一觉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你的心里面是安宁的，你没有太多的遗憾需要在深夜反复追究，没有太多的恐惧需要在黑暗中独自发抖，没有太多的放不下需要辗转反侧。你的心好似一面平静的湖水，微风吹过可能会有小小涟漪，但很快又会恢复平静。
这种状态就是古人讲的心安，而心安的人才是天底下最有福气的人。大地是怎么样的？他日日夜夜都在那里，不管上面发生什么事，他都可以承受住。你可以在上面种田，它可以滋养万物。无论春夏秋冬，刮风下雨，它永远都是那么沉稳，那么稳当当，一动不动。大地的核心精神就是一个字：稳、安静、清静、宁静。大地之所以能够承载万物，只因为它够稳、够厚、够安。一个人的心如果能够像大地一样安稳沉静，夜晚自然睡得安宁。你可能会说，讲就容易，但我就是有好多东西放不下。那我跟你讲一个道理，好多时候你以为放不下的东西，其实是你自己选择不放。你担心儿女找不到好对象，但你儿女已经30几岁了，他的人生他可以自己负责。你担心有用吗？你担心退休金不够用，但你每个月的开支其实已经足够，多余的焦虑只是在消耗你的健康。你总是记着10几年前某个朋友讲过的一句难听的说话，但那个人可能早就已经忘记了那件事。你背着这些东西入睡，就好像背着一块石头上床，你怎么可能睡得好？放下不是叫你冷漠无情，而是你终于明白，有些东西你管不了，也不需要去管。管得太多的人睡不着，管得少的人一觉到天光。大地的智慧之外，还有一点，大地从来没去操心天上的云怎么飘，风怎么吹，它只是安安静静做好自己的本分，承载、滋养、包容。你做到这点，你今晚就能睡得好好。如果你可以安安稳稳睡一觉睡到天光，第二天早上醒来觉得精神饱满，神清气爽，恭喜你。第一个特征你打中了。你觉得这件事未必算什么，但全世界有几亿人夜晚是睡不着的，而你可以，这已经是一种福气。第二个特征，粗茶淡饭都吃得出味道。你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奇怪，吃饭有味道都算是好命的象征吗？但你不知道，这个特征比你想象中珍贵好多好多。你有没有试过一段时间吃什么都觉得没味道，胃口不好，对着满桌的菜提不起半点兴趣？那种状态医学上叫做食欲不振，但在更深一层来看，它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力在衰退。一个人对食物的兴趣其实反映的就是他对生活的兴趣。你吃什么都有味道，代表你的五脏六腑运作良好，你的气血流通顺畅，你的心情愉悦平和。反过来讲，如果一个人连吃饭都觉得没味道没意思，那他对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多半提不起劲。但这里有个很关键的重点，你要听清楚，我说的不是你要吃山珍海味，吃几万块一顿的大餐，恰恰相反，真正的好命不是你能吃得起多贵的东西，而是你吃一碗白粥，烫一碟青菜，饮一杯热茶，都觉得好美味，好满足，好幸福。这种对简单事物都能品尝到满足感的能力，才是真正的福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代表了一颗安静的心，这颗心不会被外在的花花世界搞得心浮气躁，你的舌头永远能够感受到那些最基本最本真的味道。一碗白粥有米香，一碟青菜有菜甜，一杯清水有清甜。好多人一辈子都吃不出来，因为他们的嘴巴被太多的味精、太多的刺激麻痹了。曾经有个很打动人心的真实故事，有位老人家以前是做饮食业的，在行内打滚了几十年，从小小的厨房学徒做到后来自己开了好几间酒楼。你可以想象一个做饮食的老板，什么好东西没吃过，爆餐翅肚、燕窝、鱼翅，什么名贵的都尝过。他自嘲说自己这条舌头早已经被各种浓烈的味道麻痹了。后来他退休之后，身体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毛病，三高关节痛风，肠胃不舒服，医生叫他清淡饮食。他起初好不习惯，觉得吃白粥青菜就好像吃草一样，完全咽不下去。但为了健康，他只能忍住。慢慢过了大半年，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有一天早上，他老婆照例煮了一锅白粥，炒了几条油菜，摆了一碟腐乳在桌上。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口白粥送入嘴里，突然之间整个人定住了。原来白粥是这么好吃的，那股天然的甜味在口腔里面慢慢散开，暖暖的流入喉咙，那种舒服的感觉他以前从来没体会过。他望着坐在对面的老婆，两个人静静地吃着早餐，
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整个屋子暖洋洋的。他突然之间眼眶就红了，跟他老婆讲，我做了几十年饮食，吃遍天下美食，到头来才发现最好吃的东西，原来就是你煮的一碗白粥。他老婆听了也笑着流眼泪，说你这老家伙现在才知道。这个故事听起来好简单，但你细心想一下，他讲的道理好深。他前半生吃尽山珍海味，但整条舌头已经被各种浓烈的味道麻痹了，以至于品尝不到最简单的幸福。这就导致好多人的人生一样，总以为一定要大富大贵、轰轰烈烈才叫幸福，到头来才发现，真正令你快乐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是每日吃好一餐饭，饮好一杯茶，同身边的人讲好一句话，这些微小的日常才是幸福的真正面貌。所以60岁之后，你如果还能够吃得出食物的原味，对着一碗白粥，一碟简简单单的小菜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心满意足，那你就是天生好命，因为你还有能力感受到生活最本真的美好，你还有一副健康的肠胃去消化你的福气，更加重要的是，你还有一颗感恩的心去品味这一切。这种能力是再多钱都买不到的好命。第三个特征，身边总有个人愿意陪着你。这个人可以是你的老伴，可以是你的老友，可以是你的兄弟姐妹子女，总之就是一个不需要任何理由，不需要任何利益交换，就愿意静静陪在你身边的人。这个特征听起来好简单，但你留意一下现实，60岁之后，身边还有人愿意陪你的人真是越来越少。你年轻的时候觉得应酬好烦，饭局太多，电话响不停，但到你退出江湖之后，你会慢慢发现电话不再响了，饭局没人约了，以前围着你转的那些人一个一个消失了。你心里明白，以前那些所谓的朋友，人脉好多都是建立在利益上面的。你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一窝蜂涌过来，你没利用价值的时候，他们走得比北风还快。这个是人生常态，但你因此要更加珍惜那个留下来的人，那个在你退出江湖之后还会主动打电话给你，约你饮茶跟你聊天的人，才是你真正的贵人。他不是因为你有权有势才亲近，而是因为你这个人本身值得他付出时间和真心，这种关系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。真正的连接不需要日日痴缠在一起，不需要时时刻刻保持联系。两个真正交心的人，可能半年甚至1年才见一次面，一见面就有讲不完的话，也可能什么都不讲，就是静静坐在一起，喝杯茶，望着风景，各自发呆。那种舒服是任何言语都没办法形容的，那种无声的陪伴才是人与人之间最高级的相处方式。你细心想想，一个人如果活到60岁，身边连一个愿意安安静静陪他坐一会儿的人都没有，那他的前半生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。可能他太计较，太自私，没有用心经营过人际关系，可能他一辈子只懂得计算利益得失，从来没真正交过心。这样的人到了晚年，身边的人走的走，散的散，剩下他一个人对着4面墙，那种孤独感是任何物质都填补不到的。反过来讲，如果你到了60岁身边，还有人愿意陪你早上一起去公园散步，有人约你星期天去饮茶，有人请你回家吃晚饭，有人陪你打几圈麻将，那你就真的好命，因为这说明你这个人值得被陪伴，值得被珍惜。你的人品，你的为人，你的真心，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为你留住了一份珍贵的缘分。有句老话讲得好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你前半生对人好，对人真对人，有情有义，这些善行就会在晚年结成善果。身边有人陪就是最直接的表现，所以不要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这其实是你一辈子的修行换来的福报。你要好好珍惜那个陪在你身边的人，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你好命的最好证明。第4个特征，子女不用你操心。这个特征可能是5个当中最多人中不到的一个。你听清楚我讲的，我不是要你的子女有多成功，多有钱，多出人头地，我是说他们能够独立自主，过好自己的生活，不需要你为他们担惊受怕，操心到夜晚睡不着觉。他们有自己的工作，自己的家庭，自己的生活圈子，可以处理好自己的事务，
不用你日夜牵挂，这已经是做父母最大的福气。但好多60岁以上的老人家偏偏做不到这一点，他们对子女的操心不但没有随着年纪增长而减少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儿女30几岁还没结婚，他们担心到睡不着；结了婚又担心他们夫妻关系好不好，生不生小孩，生了小孩又担心孙子教育问题，选什么学校，报什么兴趣班，儿女工作顺不顺，老板喜不喜欢他们，同事关系好不好，每一样都要管，每一样都要担心。你以为你这是爱，但其实那是一种越界的控制。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讲法，你越想控制，结果你越控制不到，最后搞到自己身心疲惫，而子女那边也会觉得压力好大，好难喘气。你的责任是在子女小的时候给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和做人的根基，这些你已经做到了。他们成年之后的路就要靠他们自己走，你要相信你自己的教育，相信你养大的孩子是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人。你可能会说，我明白要放手，但我做不到。我理解你，但你要明白一件事，你对子女的过度操心，很多时候不是出于爱，而是出于恐惧。你怕他们过得不好，怕他们走错路，怕他们受伤，但这份怕其实是你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。你将自己的焦虑投射在他们身上，以为自己是在关心他们，其实是在用他们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和恐惧。这种操心对你的健康有害，对子女的成长也有害。当你学会信任的时候，你的心就会松开来，你的焦虑就会减少，你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健康。他们会觉得你不是他们的负担，而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辈。他们会主动回来看你，不是因为怕你担心，而是因为他们真心挂念你。这种出于自愿的亲情才是最真实、最持久的。古人有句话讲得好通透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牛。你的子女有他们自己的福气，自己的因缘，自己的人生课题，你只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你能给他们最大的礼物，就是停止为他们操心，让他们看到你过得好，他们才能安心去经营自己的人生。这其实才是一个家庭最好的状态，各自安好，互相祝福。所以60岁之后，如果你的子女都各安其所，各有各的生活轨迹，不用你日夜操心牵挂，恭喜你，这个就是你好命的铁证。它证明了你前半生的教育是成功的，你的家庭根基是稳固的，你的福德是深厚的。这一点比任何金银珠宝都值钱。讲到第5个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，内心有一片清净。前面的特征，你泉中睡得好，吃得香，有人陪，子女好，这一切都好。但如果你的心里面没有一片清净，那所有的好都会打折扣。你睡得好，但心里面乱糟糟，你迟早又会睡不着。你吃得出味道，但心里面不安宁，你迟早又会觉得食之无味。你身边有人陪，但你的心飘忽不定，你连跟人相处都会觉得焦躁。你的子女好好的，但你总是疑神疑鬼，烦恼不断，你依然过得不开心。所以到底一个人好不好命，最终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，就是你的心安宁不安宁。这里说的内心有一片清净，不是叫你出家做和尚，斩断一切世俗的牵绊，也不是叫你整天打坐冥想修到6根清净，而是一种好自然的状态。你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坐着，什么都不做，没有人找你，没有人打扰你，但你不会觉得无聊，不会觉得焦虑，不会觉得空虚。你的心好像一个装满清水的杯，普普通通，但底下是通透清澈自在的。你望向窗外的树叶，你会觉得它好美；你听到街上传来的鸟叫声，你会觉得好悦耳；你闻到邻居家里煮饭的香味，你会觉得好温暖。这些微小到其他人根本不会留意的日常，你都能够感受到它的美好。这种状态就是清净，内心的这种力量是无穷大的。它不是消极不用，而是一种对自己、对世界、对生命的全然接纳与和解。一个真正清净的人，他不会觉得自己不如人，也不会觉得自己胜过别人，他就是安安稳稳地守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不高不低，不卑不亢。他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，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，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认同。
他的心里面没有高低之分，没有好坏之别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生命中的一部分，他全部接纳，全部欣赏。这种境界你可能觉得好遥远，但其实好多普普通通的老人家一日复一日过着最平凡的生活，但他们的脸上永远挂着一副安详自在的表情。这些人就已经到了极高的境界，只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。他们不懂命理，也不懂什么修行，但他们用一辈子的精力修炼出来的这颗心，已经跟圣人所讲的境界不谋而合。有个很出名的禅宗故事，一位老禅师收了个很聪明的徒弟，这个徒弟读遍经书，辩才无碍，佛理讲的头头是道。有一天，徒弟好自信地走到师父面前，说自己已经开悟了。老禅师听了之后没多讲什么，只是拿了个茶杯出来，然后开始倒茶，倒着倒着茶水已经满到泄出来了。徒弟急着喊：师父，杯子已经满了，再倒就泄出来了。老禅师放下茶壶，平静地跟他说：你跟这个杯子一样，里面装的太满了，你放不下你以为的知识，你以为的领悟，你以为的境界，所以真正的智慧从来没办法进入你的心。你的心不清净，你明白再多也没有用，没有空间装新东西。徒弟听了愣了好久，然后深深鞠了一躬。从此之后，他不再到处炫耀自己多有学问，而是安安静静过日子，安安静静修行。好多年之后，他成为了一代宗师，但他永远记住师父的教诲：杯子空了才能装水，心空了才能容万物。这个故事跟60岁的人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到你想不到，你活了60年，脑海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经验、知识、观点、判断、偏见、执着，这些东西有的有用，但有很多在现在这个人生阶段已经变成了多余的包袱。你对自己的身份认同，你对子女的期望，你对社会的不满，你对过去的遗憾，这些东西通通都是你那个杯子里面装满的水。你不将它们倒出去，心的清净就进不来，你的心就会越来越堵，越来越重，到最后连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清净的真正意思就是把这个杯子清空，不是要你忘记过去，而是你不再被过去绑住，不是叫你什么都不理，而是你知道什么东西值得你理会，什么东西不值得。你的心里面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新的美好，一朵花开的惊喜，一阵凉风的舒服，一个陌生人的笑容，这些微小的美好，只有一颗清净的心才能接收得到。如果你的心已经塞满了，再美好的东西倒下去，都只会溢出来，你根本感受不到。所以60岁之后，如果你可以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心里面没有任何波澜，不会觉得自己孤零零，不会觉得无聊，不会觉得焦虑，只是静静地感受这一刻的存在本身，那恭喜你，你已经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。这份清净是你60年风霜修炼出来的，是你历尽千帆之后的成名，是你跟自己和解之后的礼物。这5个特征我跟大家全部讲完了。睡得安稳，吃得有味，有人相伴子女，省心，内心清净。你数一数，你中了几个？你可能会说，我只中了1、2个，其他好像还差点。不用担心，我一开始就讲过，这5个特征不是说你命中注定有就有，或者没有就没有，而是你可以去培养，去经营的。你睡不好，今天开始学习，放下心里的牵挂。你吃东西没味道，今天就试下慢慢吃，静静吃，用心体会食物本身的味道。你身边没人陪，就主动去联系以前的老朋友，打个电话过去问声好。你总忍不住为子女操心，今天就由今天开始学习放手跟信任。你的心不够清净，就每日抽10分钟，安安静静坐着，什么都不做，只听一下自己的呼吸。这些改变不用好大，不用好急，慢慢来就可以。知足者富，一个知足的人才是真正富有的人。你有100万，但你总觉得不够，你是穷人。你只有10万，但你觉得足够，你是富人。你的富有不是看银行户口的数字，而是看你心里面的满足感。60岁之后，你如果能够打从心底觉得自己的人生是足够的，是圆满的，是值得感恩的，那你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好命的人。时间走到收藏的阶段，
位置退到安守的地方，你不需要再去争、去抢、去跟人比较，你要做的是安安静静欣赏自己的人生，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，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个人。这5个好命的特征不是上天凭空赐给你的礼物，而是你一辈子的收成结出的果实。你前半生的善良、正直、包容，通通都会在这个时候变成你脸上的福相。有一句好老的话，但我觉得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你不用问自己好不好命，你只需要每日好好的过日子，睡觉前放低一切，安然入睡，起床之后好好吃一顿饭，吃饭的时候专心品尝每一口，走路的时候慢慢欣赏沿途的风景，对老伴讲一句多谢你，对老朋友讲一句我挂住你，对子女讲一句你做得好好。今日如此，明日如此，该放的就放，该轻的就轻。你会发现，当你这样过日子的时候，这5个特征会自然而然出现在你身上。人生的下半场比的从来不是谁过得更风光、更轰烈，而是比谁活得更安心、更从容、更自在。你的心安住了，身体自然安稳，身体安稳了，生活自然舒畅，生活舒畅了，你身边的人都会跟着好起来。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，由心安这个起点出发，一路延伸到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最后，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画面来做结尾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午，你坐在家里的阳台上面，阳光暖暖的照在你身上，你的手上面捧着一杯温度刚好的热茶，茶香的味道慢慢飘散开来。你的老伴就坐在你旁边，静静的翻着一本书，没有人说话，但气氛安安静静。你的手机偶尔响一下，是子女发来的信息，跟你讲这个礼拜天回来吃饭，你笑一笑，回复一个 OK 的表情，然后你继续喝你的茶，望着远处的天空。这一刻，你的心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担心，没有焦虑，没有遗憾，没有恐惧，有的只是一片清澈的安宁和一份淡淡的温暖的幸福感。这个画面好普通，普通到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，但我可以跟你讲，全世界有几十亿人日夜奔波，苦苦追求的其实就是这一刻的安宁。拥有这一刻的人才是真正的好命，而你或许已经拥有了，只是之前一直没有察觉到，从今天开始察觉它，感恩它，珍惜它。这就是60岁之后的好命密码。愿你睡得甜，吃得香，有人陪子女，好心清静。这5样东西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最朴实、最深刻的好命密码。如果你觉得今日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和至亲的人，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发现，原来自己一直都是好命的人。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，你中了几个特征，我很想听听你的故事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